长沙，一座火辣辣的城市，坡子街一条香喷喷的小巷。我在广州的姐姐很少去上下九，在长沙的我也不常来坡子街。本地人不爱坡子街，因为这里人多难停车，而且我们真的一年也难吃几次臭豆腐和糖油粑粑。但如果你第一次来长沙呢，我还是会带你过来吃一圈的，因为这边的美食足够集中。如果是第一次来长沙的游客，应该会想试试火宫殿吧？嫌这边人太多的，可以在外卖窗口尝几个经典小吃。哦，居然有油饼啊！谢谢。好多年没吃过油饼了。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，我小时候吃那种外面是脆的，不好吃。我再换个葱油粑粑跟红薯饼给你们吃。这里的葱油粑粑还是很优秀的，咬上去酥脆，葱香浓郁。虽然经过油炸，但是里面却没有油，还挂着一层恰到好处的米糊，这个就需要工艺了，推荐你们试一试。特别好吃。长沙的糖油粑粑有2种，这个是软壳版里面最好吃的了。你可以看到它的糯米是非常细腻的，不是每家店都能做到这样。吃起来甜而不浓，油而不腻，吃完整个人都感觉快乐又逍遥。还有另一种脆壳版的，之后再带你去吃啊。这里的红薯饼完全不如路边摊卖的香，你们就别点了。我平时在这边吃饭啊、剪头发的时候，也会过来买一个臭豆腐吃。就臭豆腐，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黑色经典的，但是它这边排队的人都挺多的，我一般会绕到，只要走一点点就绕到后面那个小巷子里去吃。这边好像也有一些人排队了，行吧，来这边就到这边吃吧。你们来的时候记得要先到这边买单，然后再到这边排队，不要看到人多就往这边排，不然就白排了，知道吗？都说臭豆腐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，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。没炸之前的生胚那是真的臭，但炸完之后是根本不会臭的。放上辣椒，淋上酱汁，别提有多香了。臭豆腐就是要皮焦肉嫩，先吃到的是辣椒的咸辣，然后是醇厚的汤汁鲜。每片豆腐的身体都被掏空了一部分，灌上了高汤，吃起来真的喷香的。但其实我周围的朋友吃臭豆腐都不认品牌的，我们最爱吃的还是那种推小车在校门口卖的，会放好多脆脆的辣椒萝卜和蒜丁，刚出锅就趁热吃，每一口都能咬出一股鲜辣的汤汁，吃完嘴巴周围被辣得一圈通红，感觉皮肤都在颤抖。除了经典小吃，大家还会去打卡的就是茶颜悦色了吧？你看这边根本就没有人排队，这是我的秘密小街。你好，我要一个少冰的生生乌龙。我真的好久没有喝过了。15年的时候是我最疯狂的时候，那时候长沙的奶茶界根本就没有这种茶加奶泡的组合。但是我一天喝好几杯，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考古一下生生乌龙的做法，之前绵阳料理有教过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。上面是有一层这个小麦胚芽，然后有一层淡奶油奶泡，然后下面就是乌龙茶混合着鲜奶。感觉到了大自然的芬芳。现在天色暗下来了，是时候坐下来好好吃点东西了。上周我看那个人生一串的时候，我就超级馋里面那个烤排骨，那家店就在坡子街。今天就跟我一起去探探店怎么样？昨晚人生一串刚播完这家店，今天会不会很多人呢？店里已经全部坐满了，出来才发现刚刚空空的走道也快满了，还好我抢到了最后一桌。我们来看看这边都有些什么好吃的。湖奔嗲单车烧烤，原来是叫湖奔嗲。看到那个排骨肯定是要的，然后烤蛇我也想试一下，我以前没吃过。再来个掌中宝，点好了。那还有1个小时以后。这么久啊？哎，真的，因为昨天播了这个视频，你们店的。对。现在才7点多钟，我估计大概可能9点钟可以吃得到吧。而且刚刚老板反复跟我说，今天会要等很久，他跟每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。因为昨晚播了人生一串，今天的胡嗲一家忙得不可开交，很多人因为没有座位来了又走了，
也不知道我之前推荐过的店铺现在生意都怎么样了。像我周围的人都上菜了，只有我没上菜。然后我刚刚去问了一下，我的菜单根本就没有报上去，等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考我的东西。现在已经8点41了，现在是9点过8分了，终于上了一份排骨。紧接着掌中宝和牛肉也姗姗来迟，要是你会先吃哪一个？我的话当然是先吃人生一串同款烤排骨啦。看看这排骨都是紫排啊，切得比较大块，有点重，是用铁签串的，每一串都有软骨，这是最好吃的。吃起来好嫩，又香又多汁，嚼起来都是吧唧吧唧的汁水声。看，肉与肉之间果然夹着小牛油，难怪这么香。吃过肉，来点脆口的调剂一下。掌中宝就是鸡爪子中间那块脆骨，是我最喜欢的部位，看起来就是热量不高的样子嘛。这里的掌中宝算是长沙的平均水平了，主要因为刚吃了烤排骨，显得它有点逊色了。再来串牛肉。滋啦滋啦冒着油花的牛肉，瘦肉和脂肪都在发着光，太诱人了。牛肉比较嫩，但是太瘦了，两片肉之间串着一点小脂肪，刚下烤炉的脂肪还有点烫，一入口就化开了，只剩一抹奶香。不过我觉得肥一点可能会更好吃。胡家这里的口味不算重的，孜然和辣椒放的也不是特别多。吃完这几串之后，老板娘说里面有位置了，凉快些，要我进门继续吃。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烤蛇哎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烧烤的蛇。有人不吃蛇的吗？像肉姐就超级怕，因为她小时候被蛇咬过，但凡有那种带蛇的电影她都不敢看。我就无所谓了，我要什么都吃。蛇肉很软很嫩，可以轻松撕下，因为烤过，所以水分少，口感上比口味蛇要瘦，但依旧很嫩。只不过同样是一个烧烤店出来的，这烤蛇怎么就这么辣？没吃几口就忍不住要不停喝饮料了。不是表面撒些辣椒那么简单，而是已经辣入膏肓了，每个细胞都刺激无比。你们谁觉得自己能吃辣的，敢不敢来试试？烤牛蛙，看着体脂就5%以下吧。从哪里下口好呢？就从最有弹性的大腿开始吧。平时吃跳跳蛙或者牛蛙火锅，我都只爱吃腿不爱吃背，但这只蛙腿太紧实了，口感并不是那么的嫩。没想到的是，背上薄薄一层的皮肉却是又香又焦脆，牙齿能感受到一条条肉的纹理，真的韵味。吃完牛蛙，感觉似乎还没有尽兴，又加点了羊肉和牛排。羊肉没有膻味，只有肉香，虽然烤得有点糊，但是一口下去还是会有油脂溅起，再多点脂肪会更爽，因为羊肉就是要吃肥羊嘛。牛排口感虽好，但是腌制的料酒味太浓了，不是很推荐。吃完出来已经快11点了，此时的胡嗲已经走出了烧烤房，一个人坐在路边的板凳上休息，两眼放空，一看就是累坏了。我也不忍心再用镜头去打扰他了。深夜的坡子街依旧很热闹，整条街的人潮川流不息，伴随着街内夜店的音乐一起涌动。单论味道，这里的小吃只能算长沙的平均水准，但如果没有坡子街，我想不到还有哪条街哪条巷能汇聚长沙的一众美食，能承载外地食客对长沙的向往与憧憬。初来长沙，先到坡子街吃一圈垫个底。下期开始，大姨就带你们去吃我最爱的那些老味道。芙蓉区是整个长沙最中心也是最小的一个区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吃到大，这个区和我的感情是最深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吧。这家店是我上初中以后，那时候骑单车上学嘛，每次放学我就和我的小伙伴一起跑到别人的小学门口来吃麻辣烫。当年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接过老板娘手中的大盘子，然后想吃什么就拿什么，香菜卷啊、兰花干这些都是我喜欢的。而且不论小时候还是现在，我在这里吃东西就从来没有手软过。点了一堆麻辣烫，还有凉面，外加快乐水，34块钱。
一个凉面而已，也不会好吃的上天了。但就是把腐乳、生抽、花生、香菜这么一拌，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，每次想想都会流口水，一吃到就会笑。我的麻辣烫来了，哇！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兰花干，因为它最能吸那些汤汁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炸起来是脆的，煮起来是软的，都好吃。它不是一般的汤。兰花干咬上去软软的，而且相当入味，每一口都是烫死个人的汤汁，让你挣扎在吃与不吃的边缘。豆腐皮卷香菜，香辣脆藕片，油条软又滑，还有弹弹的魔芋豆腐。我爸妈现在应该知道以前我放学回家为什么晚饭总是吃的那么少了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这里已经开了22年了。我反正是不会搞什么破解的，真心希望老板能够长长久久的开下去。因为长沙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小店，就开在巷子里或者自己家，现在都全方位搬家升级了，完全变了样。好在我知道这附近还有一家，马上带你们去。我觉得这种家常菜就应该像这样坐在别人家1楼，这样更有家的味道。这个是要放到火上，一边加热一边吃的，就在我们这边叫做干锅香辣八爪鱼。干锅按道理是要煮一会儿再吃的，但我从来就忍不住。那个八爪鱼的尖尖角好脆啊，那种焦脆焦脆的，好好吃。不仅仅是酥脆，而且很香很香。为什么这么香？因为它加了韭菜啊，是韭菜。呛到我的源头就是这干辣椒和小米辣，它俩在锅里越烧越辣，越久越香。老板是一对永州夫妇，如果你没吃过东安鸡和血鸭，在这里一定要点，因为我经常吃嘛，天气又这么热，所以就点了个醋鸡。其实它就是东安鸡的凉拌版本。开始入口还真有些不习惯，明明是东安鸡的酸爽，却完全没有油汤，特别是裹着汁水的鸡皮，又滑又香。但是因为要减肥嘛，我平时基本都不吃鸡皮了。还是鸡皮好吃。接下来这个就是店里的招牌菜皮蛋肉丸，刚蒸出来的肉丸冒着热气，可是千万不要趁热吃，这种烫啊不亚于刚做好的章鱼烧。丸子的口感层次都相当棒，首先是软软的皮蛋粒，咬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牙齿被皮蛋弹了那么一下，然后是好嫩好嫩的鲜肉。如果不是乱吞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咬开之后里面还包着一颗咸蛋黄，一粒货真价实的胆固醇丸就这么诞生了。老板也说了，每人吃2粒就好，吃多了会腻。可是我一口气吃了3个，不但不觉得腻，还觉得如果咸蛋黄再油一点就更完美了。一份有12个，剩下的当然就是打包回家继续吃了。还有每次穿白衣服出来都会弄点油在身上，你们也会这样吗？吃饱喝足了，接下来就和大姨一起去休闲一下吧。都说北京是首都，长沙是脚都。以前听大人们说去洗脚啊，就会脑补一大群人泡在同一个池子里抠脚的画面，仿佛闻到了一股豆豉味。后来肉肉姐带我来洗脚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包厢的。这里就是我和肉肉姐最喜欢的休闲活动。我们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，就是忙碌了1个星期，我们就会跑来这边洗脚啊、按摩啊。然后我特别喜欢采耳。我觉得采耳真的是太美妙了。我觉得我的耳朵现在干净通透，都可以听到几百米、几千米以外的声音。我好像听到有人说饿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去吃吧。之前说到老店搬家，洗脚城附近呢就有一家，以前开在坡子街，像个快餐店。你看现在这门头，难怪被称为盖码饭中的爱马仕了。这像一个吃盖码饭的店吗？这简直像一个高级的酒楼，好吗？装修以后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给你们看一下菜单啊。想吃什么呢？理论上都是可以破解的。我最爱吃的是孜然牛肉和青椒炒鸡，不辣的就推荐胡萝卜炒肉。以前吃干码饭就是为了随便吃点嘛，现在环境变好了，反而有些不自在了。不过这个全透明的厨房还是不错的，我可以来偷师一下。为什么炒菜的小哥哥都长得这么帅啊？你们看，是不是？汤先来了。这边的排骨都特别大块，你看上面是有很多肉的那种，我觉得它用料非常扎实。海带汤清澈鲜美，是食材的原味。排骨炖得很烂，入口就骨肉分离，骨头都可以嚼碎。
我有一种在吃工作餐的感觉，就我经常剪片来不及吃饭的时候，我就会点这个作为给自己的奖励。我觉得好吃的地方就在于食材切的大小很合适，比较薄，但又不至于像肉碎那么小。孜然放的不是那么多，不像烧烤摊的孜然好像不要钱一样的撒。蒜苗是最佳配角，很小的一颗颗，丰富了口感和香味，又不抢蟹。每一勺都能聚集到所有食材，一口下去，蒜苗脆，孜然香，牛肉嫩，红椒辣，米饭糯，就是性价比不高。但也不是每个搬家的老店都能做到如此规模。接下来要去的这家原本是我最爱的深夜食堂，就因为搬家了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去过。就他以前的店很破的，最开始连招牌都没有，现在还居然有个灯牌了，老板真的是进步了呢。现在12点半哦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有多少人。老板是真的很抠，完全没错。老板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特意找了他以前的样子给你们看。我印象中他原本是火云邪神，好吗？就是因为邋遢，所以才有了这个粉店的名字。现在不仅人不邋遢了，厨房也是干净又明亮，真的好不习惯啊。几个？两个。长沙有数不清的粉店，但米粉的码子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，肉丝啊、排骨、牛肉什么的。而这里的焦脆和雪里红系列，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。雪里红酱汁是我身边所有人都喜欢点的。那就是我身边的朋友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这里不好吃，大家都觉得这里很好吃。就每次我们都会不约而同的说，一起去拉萨吃会儿吧，这样。硕大的五花肉一层肥一层瘦，完全炖融了，没有一点油腻感。绵绵的肥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，汤汁中带着肉末的鲜味和雪里红的清新，连肥肉里都夹上了鲜美的汤汁。如何判断一碗粉的好坏？首先是码子，然后就是米粉了。一定要是当天现出的，够新鲜，够柔软，米香够浓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汤底了。好的粉汤和拉面汤底一样，都需要经过数十小时的熬制，蘸上米粉那叫一个鲜啊！长沙每家优质粉店的老板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秘方，之后还有好几家我要推荐给你们。吃了这么多，其实这碗是同桌点的，我爱吃的是焦脆系列。焦脆就是用笋啊、榨菜这些，吃起来脆脆的又油辣辣的，超开胃。这个是焦脆牛肉，因为老板很抠，所以牛肉就3片，但都是大片又带筋。粉的量很少，但吃起来会更入味。整碗粉都裹上了焦脆的红油，又辣又鲜，很爽滑。在这里一次吃个2碗是很正常的。这边还有很多凉菜，牛肉、韭菜、香干什么的。我喜欢吃这个咸辣味的捆鸡，薄薄的也不长胖吧。回家路上刚好经过老店，看到熟悉的旧门面，回想起了自己在这里挥洒过的汗水和鼻涕。因为老板太抠，没有空调，冬冷夏热的，分量又少，但它还是我最爱的米粉店。老板说搬家之后生意就不如从前了，现在早上中午都营业了，还开通了外卖业务。我特意去看了一下，外卖优惠居然是满100减1块，果然还是那个抠抠的老板啊。